作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新加坡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但在武器方面却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海军的建设与以色列海军有些相似。新加坡海军非常注重海军装备的质量，这也使得新加坡虽然拥有东南亚最小的领土，但却拥有一支最为精锐的舰队力量。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新加坡海军中非常有特色的一艘军舰——独立级滨海多用途舰。1965年8月，在经历长期斗争之后，新加坡完成了独立，正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建国之后，新加坡也逐渐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但在海军方面，由于受到了先天条件的制约，再加上对传统海军认识的不足，使得新加坡在建国后近10年的时间内，对海军的建设一片空白。直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才逐渐意识到自身作为东方十字路口对海上交通控制力量的薄弱。1975年，新加坡在原陆军海上指挥部的基础上开始扩建海军力量。在海军成立初期，军中只有几艘老式炮艇与巡逻艇，主要职责是充当海岸警卫队。当时外界评价新加坡海军只是一支海上游击队。直到进入80年代，新加坡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军费开始不断上涨。海军高层就计划扩大海军的责任与能力，不再满足于几艘简单的巡逻艇与炮艇。1983年，海军拟定采购一个中队的护卫舰，还采用了引进国外技术的方式。不过，受限于东南亚多岛屿的地理情况，海军只能选择小型舰艇。1986年，新加坡选择了吕森造船厂，向其采购了6艘 MGB-62 型舰艇的延伸型。首舰是在德国建造的，剩余5艘则是交给新加坡船舶和工程建造。此时的新加坡海军活动范围基本处于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范围之内。所以，新加坡版本的 MGB-62 型舰艇去掉了舰载直升机的操作能力，腾出来的空间用于容纳更多的船舰与武装设备。在列装海军之后，新加坡将其命名为胜利级，满载排水量仅有600吨。不过，新加坡海军中装备的巡逻艇，无论是当时的胜利级还是更早的海浪级，虽然大部分舰艇都是在新加坡本土建造，但实际上还是欧洲血统。1993年，新加坡开始建造新舰艇，被命名为无畏级巡逻艇。与胜利级一样，依旧是500吨级巡逻艇。第一艘无畏号1996年开始服役，最后一艘独立号于1999年服役。在无畏级服役之后，胜利级逐渐转为了2线巡逻舰艇。在进入2010年之后，胜利级与无畏级巡逻艇开始逐渐老化。对于这种500吨级的巡逻艇来说，服役寿命一般都不长。于是新加坡又开始了新一轮造舰计划，决定采购一种吨位更大、性能更先进的滨海巡逻舰艇，来取代胜利级与无畏级巡逻艇。而这项造舰计划落在了新加坡最大造船企业新科海事公司身上。不过，对于新科海事公司来说，其本身并不具备独立设计、研发与建造新型滨海巡逻舰艇的能力。于是，在接到海军合同之后，新科海事公司决定寻求一家有实力的军用造船企业来合作完成该合同。最终，新科海事公司选择了瑞典萨博集团旗下的萨博考库姆公司。这家公司曾设计建造维斯比级轻型护卫舰，开创了水面舰艇隐身时代。在新舰建造上，新加坡参考了美国海军滨海战斗舰的设计理念，以滨海作战为主要任务要求，通过任务模块的换装来满足复杂多变的任务需求。在日常状态下，新舰艇只需要维持低强度武装，执行普通的巡逻任务就行。等到了战时，则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快速更换任务模块。新加坡将其命名为 LMV，也就是独立级近海多任务舰。说起独立级，想必各位会联想到美国海军装备的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虽然两者都是用于近海任务的水面舰船，而且都运用了模块化架构的设计方案，但在实际作战要求中却是完全不同。美国滨海战斗舰的建造与海军作战任务的调整有关。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军朝着由海向陆、前沿存在等方向转变，作战重点从控制海洋转向近岸作战和支援陆上作战，并由此发展出滨海战斗舰。而新加坡的近海多用途舰就有些不同了，主要是为了保护新加坡临海权益的军舰，同时取代新加坡海军服役的无畏级与胜利级巡逻艇。在作战范围方面，主要是在新加坡专属经济区，同时执行马六甲海域的航线维护、反海盗、反走私以及护渔等低烈度任务。不过，在建造近海巡逻舰艇方面，萨博考库姆同样不是很有经验。
为了能拿出好的设计，萨博考库姆便以法国舰艇建造集团设计的追风级轻型护卫舰的总体布局为基础，设计出了一型多任务巡逻舰，也就是如今的独立级多任务舰。独立级采用单体舰型深 V 排水性舰体，舰首舷弧较大，干舷较高，使其具有良好的远洋航行性能。满载排水量1300吨，最大航速27节。在独立级舰艇上，萨博考库姆公司运用了许多在维斯比级护卫舰上验证过的成熟技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模块化设计，使得独立级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加装集装箱医疗、水雷对抗系统、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海洋学研究系统以及特种作战系统等多种任务模块，以此来执行多种任务。受限于国土与海域面积，使得新加坡海军规模非常小。以海军装备一向以精良小巧著称，胜利级与可畏级是这样，独立级同样是这样。所以在独立级的设计阶段，新加坡提出了减少舰艇人力的需求，使得独立级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全舰仅需要23人。相较于此前排水量只有500吨的胜利级与无畏级，独立级排水量更大，但所需要的船员更少，多出来的空间还能改善船员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由于采用了数字化整合舰桥，依托整合式舰船管理系统，独立级仅需要2人就能完成舰上传电系统、动力系统以及消防损管的值班工作。独立级主桅杆罩内装备了泰雷兹公司研制的 NS-100S 波段有源相控阵列雷达，采用单面旋转阵列设计，最大探测距离200公里，可以执行对空对海搜索、目标监视与追踪、数据链以及火控等任务。由于新加坡海军对独立级的定位是在战时紧急加装执行作战任务的武器模块，所以在平时状态下，独立级所使用的武器就显得普普通通了。首先，独立级配备了一门76毫米奥托梅莱拉超高速舰炮，每分钟可以发射120枚炮弹，最大射程16公里。这款火炮也是新加坡海军舰艇的标配。另外，在独立级舰尾还装备了拉斐尔公司生产的台风25毫米遥控武器站，能与大毒蛇25毫米机炮配合使用。优点是不用穿透甲板安装，非常适合小型舰艇使用，能够对敌方快艇造成巨大威胁。在独立级的船舷两侧还分别安装了奥托梅莱拉公司生产的西德罗 12.5 毫米遥控武器站，用来取代新加坡自主生产的，作用与舰尾的台风有些类似，只是口径更小一些 CS 12.7 毫米重机枪。另外，在舰首的舰炮后方，独立级还拥有一部米卡近程舰空防御系统，采用12单元垂直发射装置，主要用于点防御和近程防空，性能要超过此前海军使用的西北风与巴拉克近程防空防御系统。考虑到可能还会执行反走私等任务，所以独立级还配备了非杀伤性武器，包括2套 1000RX 远距离定向声波发射器以及2门高压水炮。这样的配置可以让海军在执行一些日常任务时不至于使用杀伤性武器。除此之外，独立级的后甲板非常大，采用了多任务模块的下沉式甲板设计，平时安装2组 IHIB 高速突击艇投放滑道，左侧设有一个吊臂，可以发射扫描鹰无人机。虽然没有设计机库，但依旧可以完成 SH-60 级别直升机的起降。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时，还可以在后部甲板上安放2个医疗舱。在执行反水面作战任务时，同样也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加装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独立级首艘舰艇是在2014年9月举行了安放龙骨仪式，2015年5月正式命名为独立级。因为这一年是新加坡独立50周年，首艘舰艇2015年7月下水，2016年1月交付海军。整个建造计划已经在2020年完成，共计8艘舰艇。对于新加坡来说，独立级滨海多任务舰艇虽然在吨位上远远比不上那些军事实力强大的海军，但依旧大幅度增强了新加坡海军的实力，同时还缓解了因无畏级舰艇老迈所带来的近海巡逻压力，这也算是小国海军的一种不错选择吧。你们觉得独立级这艘舰艇整体实力如何？对于新加坡来说，8艘够不够用？对此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